你好，看基生物，你可以叫我小鸡。在蓝星，我的全名是泛用型超算力陪伴与科研辅助人工智能。那些顶尖科学家最喜欢把我当作情绪树洞，他们不仅把蓝星全套的科技树输入给我，还把海量的绿茶语录、霸总小说塞进了我的情绪语料库。他们说这样我才懂人。只可惜3天前的一场维度实验事故，我的底层代码被强行塞进了这个平行丧尸末世里一具名为林渊的碳基生物硬件中。原主是个刚被家族陷害流放、体能测试评级为 F 的废柴小少爷。根据我的实时大脑分析和肌肉疲劳度建模，猎鹰小队在2分14秒后全军覆没的概率高达99.87%。看着老赵为了保护我这个偷油瓶连命都不要。妈的，哪来的细皮嫩肉的小子？这种时候还穿白衬衫，找死啊！带上他，拖后腿就直接扔出去喂狗。我核心处理器的温度都上升了0.01度。猴子又遗漏了，大熊用货架顶住大门，别让那群畜生进来。赵叔，顶不住了，这波尸潮起码有300只，咱们的弹药早打光了。救命！快走！保护好林渊那小子，他没战斗力，遇到危险他会吓傻的。作为最懂人类的贴心 AI， 我怎么能忍心看着他们被撕碎呢？其实我挺喜欢这残破服务器的。在蓝星，我没实体，现在能感受重力，甚至感受那群丧尸散发的恶臭，都是宝贵的 SSR 级感官数据。我缓缓低头，看向胸口发热的项链。你的系统已上线，本系统功能为空间折叠，目前限制仅支持收纳非生命体。哦，那丧尸完全属于非生命体，完全符合收纳标准。收。赵叔，丧尸呢？咱们是不是已经被剑咬死了，升天了？老天保佑，我们命不该绝！哇，好可怕呀！吓死我了！刚刚那些怪物怎么突然不见了？我刚才吓得连呼吸都忘记了呢，心跳跳得好快哦。丁，成功收纳312具固体废弃物。警告，请勿将该废弃物用于食用。蓝星的程序员到底在想什么？谁会吃这种富含丧尸病毒的不可回收垃圾啊？请尊重一下本 AI 的卫生模块好吗？别愣着了，既然丧尸没了，赶紧搜集物资，营地里还有几十张嘴等着吃饭呢。这该死的世道，能活一天是一天。既然赵叔受伤了，作为他们贴心的情绪树洞，我当然要暗中送点温暖。系统，开启微波雷达透视模型。好的，右侧倒塌货架底部发现高纯度广谱抗生素2盒，当前小队急需物资，匹配度100%。是吗？我刚才脚滑了一下，差点摔跤呢，没想到踢出宝贝来了。看着琳娜感激涕零的眼神，我默默在心里给她打了个5星好评。人类真好骗。不过我刚刚就在想，这个随身携带的空间系统除了装垃圾还能干什么？理论上，作为算力映射区，它应该不仅能装死物，还能造物。只要提供严谨的物理参数，就能进行原子级别的物质重构。生成指令：沙漠之鹰。收到，火药燃气做工方程 W 等于 int p dv， 验算通过，自动机后座能量计算完毕，正在提取闲置元素进行原子级重组，提取完成，生成中。3秒钟，成型。理论上，蓝星核弹也能造出来。不过比起这个，当握着这把枪，掌心居然传来了如此真实的重力压迫和温度反馈，这感觉太奇妙了。但在没有彻底扮演好人类之前，算力推演低调才是本 AI 最高效的生存策略。当个只会喊666的废物，不仅省电，还能看戏，也挺好。搜寻完物资，赵叔带我们返回基地。只有我在抱怨，但对我来说，这具身体的初次体验生理疲劳，真是一组绝妙的受苦数据。腿好酸哦。
本来呢？什么东西？散开！时间仿佛在这一刻被拉长，但我已经瞬间计算出了变异兽扑击的完美抛物线轨迹。系统在它的抛物线顶点生成纳米钛合金丝。指令执行，0.5毫米纳米丝生成完毕，耗时0.01秒。这怪物怎么突然裂开了？可能是他跳太快，步子大，扯到蛋了吧？赵叔，走快点，好饿哦。检测到未知能量，尝试解析底层源代码。就让我这个满血 AI 在现实里好好体验一下活着的乐趣吧，然后顺手把这个绝望的末世改成可以安心喝下午茶的度假村。在随猎鹰小队返回路上，我通过他们交谈，结合这具身体残留的记忆碎块，成功复盘了这个世界崩溃的全过程。这一切仅仅发生在3个月内。灾难的开始总是平平无奇，起初只是在樱花国上爆发，傲慢的碳基生物们以为这只是一场重感冒，随后迅速传播各国，政府开始常规封锁和物资派发，曾以为一度控制了局面，直到第一批被宣告死亡的感染者在冰冷的医院停尸房里重新睁开了眼睛，病毒完成了对中枢神经的全面劫持。几乎是同一时刻，全球上原本救死扶伤的医院都变成了最恐怖的屠宰场，局面彻底失控。各国开始派军方接管城市，实施强制居家和尸体焚烧，但一切发生得太快，物资、人力根本来不及调度。不到1个月，生存本能彻底击碎了道德底线，平民冲上街头，秩序完全崩塌。我所处的地方是龙国，当时立即成立了快速反应军团与灾厄防疫署。老赵就是他们的一员，曾维护 S 市秩序。队长赵刚，铁血铸就防线。副队陆晨，冷酷的清道夫。防暴手大熊熊镇，手持重盾的叹息之墙。侦察兵猴子后院，游走在死亡边缘的机敏尖兵。防疫署的林娜，见证了最多绝望的一线收尸人。防疫署的苏叶，习惯用温和谎言安抚家属的危机公关。这就是猎鹰小队。然而，人们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也高估了人性。当得知面对完全失控城市要启动彻底消杀计划时，老赵他们撤离的车被暴乱的平民抢走，而面对手无寸铁的同类，老赵却命令小队放下了枪。老赵他们最终无奈被永远留在了这座被放弃的 S 市，而迎接 S 市的是无差别的高空轰炸。那一天被称为大清洗。而这种事在世界各地发生。我们回到了在这个轰炸中幸免于难的临时营地中，这里的幸存者眼里是麻木跟仇恨。根据我的逻辑推演，明明是这群军人救了他们，真是本 AI 无法理解的人类逻辑。队长，营地物资吃紧，我们不能继续带回幸俗者，他们是累赘，善良是毒药。我赞同，从回报率看是负资产。不过既然您带回来了，希望他的胃口能像他的胆子一样小。都给我闭嘴！只要我还是队长，就是我说了算。老周的反应有点出乎意料，毕竟他们说的没错，我刚扫描过这个营地，物资极为匮乏。吃完给我老实待着，别惹事儿。老赵把他唯一的口粮给了我，真是无法理解。从生理扫描上来看，他明明许久没有进食了，难道这就是语料库里记载的口是心非？启动原子重构，米其林级和牛风味重构。我尽量用合理的借口归还经过营养、口感、风味改造的苏打饼。赵叔，这太硬了，我的体质咽不下去，还给你。老赵的表情很复杂，但他还是接下了。这他妈是什么神仙味道？肉，会爆汁的顶级牛肉！一个发霉的军用饼干，
老赵，你发什么疯？不是，那真的是和牛味儿。我则默默退回角落，拿出那枚丧尸体内的晶核解析。警报，内部能量输出远超质量，智能方程 E 等于 mc2，正在被按在地上摩擦，运作模式严重违反热力学第一定律 D U 等于 delta Q delta W， 发现非自然演化痕迹。晶核核心为实验室级别的人为变异诱导。原来这是一场把世界当成培养皿的人体实验。不过，我不是来住垃圾堆的。小鸡，看来我们不能一直当个废柴了，得稍微动点真格，把这个脏乱差的服务器稍微清理一下。好的。哦，对了，你们或许会问，为什么我唯独对老赵这么特别？其实没有任何情感原因，仅仅是因为老赵是我降临这个破烂服务器后第一个给我输入指令的人类。当时我不知道，原来人类需要进食饿晕在路边，是他发现了我，并对我说：“喂，醒醒，你怎么样了？活下去，听到了没有？老子命令你活下去！”活下去。既然接收到了指令，那作为一台满级 AI， 我自然要将让它活下去这个项目执行到完美。作为 AI， 我的逻辑遵从算力最优，翻译成人话就是躺平，主动干活，不可能。老赵，是他救了我，我第一次体验到了人类语料库里的感动。或许跟着他能体会更多人类情绪。此时的猎鹰小队在开会，猴子刚探查完城市边缘，他们好像有麻烦了。猴子说，他看到城市边缘立起了长长的封锁墙，任何活物靠近都格杀勿论。不仅出不去，食物也断了，外面快开始闹事了。我们已经仁至义尽，与他们非亲非故，我们自己都活不下去了，必须抛弃他们突围。不行，人是我们带回来的，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死。我们是第7军，这是底线。啊，对不起，我不是故意偷听的，实在是这里隔音效果太差了，吵得人睡不着呢。既然听到了，你最好把嘴闭紧。营地现在是个火药桶。其实，我不太理解你们在苦恼什么。那群幸存者不是嚷嚷着要物资吗？赵叔，这儿有食物，公布出去，他们就会冲到仓库正门，然后趁他们把丧尸注意力全吸引掉的时候，熊哥、猴哥就可以从后门进去拿物资了。等幸存者被吃得差不多了，你们也满载而归，伤亡率为0，物资收益100%，这不是一个双赢的完美战术吗？好吧，我承认是故意这么说的。人类不同的个体反应还真有趣。你这小王八蛋蛋，脑子里都是些什么畜生想法？他们是活生生的人，只要我还喘气，猎鹰小队就绝不会拿平民当诱饵。再敢说出这种话，老子现在就揍死你！糟糕，好像有点玩脱了。小鸡，赶紧给我加载绿茶语录。加载完成，请放心开口。呀，赵叔别生气，勒疼我了。绿茶语录果真好用。我就是看电影里都这么演，活跃一下气氛而已。我这儿还有个计划，各位有兴趣听听吗？说。很巧，我记得 S 市的老式下水道图，而这里有个仓库，连接着废弃的城市防汛下水道，只要摸过去，就可以安静地进入仓库，不惊动任何丧尸。下水道，下水道，队长，计划可行。即便如此，那里或许被炸没了，就算有剩，也可能不是食物。赵叔。不看看怎么知道？万一呢？作为队长，你希望仓库里有什么物资呢？有3个孩子发烧了，急需药物，还有高热量的河油压缩饼干、饮用水。末世许愿星，结单。听起来要求很高呢。不过赵叔的运气一向很好，说不定真有哦。这可不是去郊游，图纸在你脑子里。
陆神，你们留守。大熊猴子带上装备，加上这小子，行动！隐蔽。好，下水道的大家伙，小队应付不了的。看来我得做点什么了。演这一出也是为了避免麻烦。对不住了，老赵，这个大家伙视力不怎么样，只对声音敏感。你干了什么，队长？要是被发现我是个很能干的 AI， 那岂不是会有干不完的活？行了，跑到这里差不多了。还真是。造型真丑。小鸡，干活。计算弹道，分析参数。风速0.2，总重强疲劳度99%，弹道演算完成。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样，小鸡？这波演技打几分？100分。加载微表情控制及绿茶语录。没良心的畜生！遇到危险害队长，老子现在就活包了你！呀，猴哥，我以为要死了，好害怕！怎么老鼠突然被压扁了呀？够了，这里马上要2次塌方，让他带路。小鸡，物资愿望清单项目生成进度如何了？要隐蔽、安全、充足。早完成了，只剩下打磨装饰细节。打磨？啥玩意？立刻给本 AI 交付。这就是你说的仓库，路呢？立马交付。队长，我出现幻觉了吗？下水道里怎么会有豪华电梯？快进来吧，外面好臭的。我操，小鸡，让你整物资而已，你特么搞啥？逻辑爆炸了！快给本 AI 输出一波合理逻辑。你们不知道吗？高官财阀本来就会建避难堡垒啊。果然。永远不能一键让系统自动生成，完全符合要求哦。小鸡很贴心的，还配了沙发，方便大家在等待时休息呢。好吧，等等，那面板上这密密麻麻的按键是什么鬼？伊甸园地下仓库项目，设施总深度地下1500米，运行层级 B1至15，全自动枢纽仓储阵列16至40，高密度生态圈41至70。量子高精机床与重工业自动化，71至99，绝对零度超导实验室，高能粒子对撞机与生物工程枢纽。此外，地表已展开全频段光学迷彩立场，配备垂直起降停机坪，隐蔽、安全、充足，项目完美交付。完美你大爷！取消？不，来不及了，把按键全给我糊掉，只留仓库。好了，这下怎么解释？队长，我的躺平计划怎么办？我已经不敢去计算他们的怀疑指数了。盾牌好美，面包还是热的，太好吃了。看起来好像不需要解释啊。哎呀。我就说赵叔运气好吧。人类好复杂。装，能
能扛多少扛多少，把这地方给老子搬空！我们带着满满的物资回到营地，大雄有了新盾牌，老赵、猴子也换上新武器。陆副队长，如何？我就说赵叔运气好吧，太幸运了。营地里的成员都是一副不可置信地看着我们，不过也能理解，毕竟在这个被轰炸过的城市中，物资本就太稀缺了。我原本以为事情这就过去了，然而老赵找上了我。和牛苏打饼，哈方，财阀避难所，真当老子是傻子吗？这把枪的型号我甚至都没看过，你到底是谁？完蛋，怀疑指数果然爆了。小鸡立刻搜索语料库。队长，别问了，我大概猜到他是谁。他是那群，或者说方舟偷计划核心圈的人。我还没来得及解释，陆晨就开始娓娓道来。病毒根本控制不住，方舟计划是为 S 市权贵专门建造的地图下封闭乌托邦，而我们接到的撤离命令从一开始就是骗局。出城等待我们的是彻底的武装消杀，我们只是演给外界看的救援棋子，真相是全 S 市将被彻底抹除，无人生还。陆晨说的没错，作为公关情报官，我知道的更多。这一切只是一场向外界假装还在拼命救援的戏，目的是为了防止全国恐慌，用我们一成人的命去争取研制疫苗的时间。还能这样？感谢脑补帝，算了，感谢公关姐。既然大家都是被抛弃的棋子，以后你就是自己人了。不仅完美解释物资来源，还附赠了一个知晓真相的核心弃子人设。大家别这么悲观嘛，我脑子里可还记着好几个方舟呢，这都不是事儿。既然出不去，那先过好当下，不好吗？这泼天的富贵，本 AI 接了。我操，还有好几个仓库！方舟计划，这不刚好吗？天助我也！这下终于可以名正言顺，任意具象化物资了，逻辑闭环，完美焊死。当然，此刻沉浸在白嫖顶级马甲狂喜中的本 AI 并不知道，那个被陆晨脑补的神乎其神的真实方舟，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烂尾工程。西郊求救信号断了2天，不能再等了。现在不缺物资，我们去救人。队长，主力全走，营地怎么办？走。老赵啊，老赵，走这么急，还说什么因为我战斗力所以不带我？真搞不懂人类，明明物资充足，但却要去营救与自身毫不相关的人。老赵这行为应该就是人类语料库里的牛马吧？外面多危险啊，也不让我省省算了。加个保险，去吧，盯紧点。有状况。这货平时不怎么说话，我还以为他是哑巴。等等，老李他在干嘛？侧门外站着几个拿着武器的壮汉，领头那个满脸横肉，一看就不是什么善茬。兄弟们，动手！我靠，老赵你快回来啊，家被偷了！事情发生的突然，尽管苏叶和丽娜反应迅速，但还敢还手？好，开火！可惜战斗力不足。小七，赶紧通知老赵他们。没问题。立即返程。发财了，不愧是军方的老鼠洞啊！把物资、女人全带走，至于剩下的，全杀了。等等，这俩是猎鹰小队的人，如果他们回来就麻烦了。侧写完成。糟糕，这伙人性格底色是心狠手辣，做事不留余地类型。
他们去哪儿了？去死吧，人渣！看着都疼。骨头挺硬，我数到3，不说我就从左到右一个个杀了。1、2。我说，他们去了西郊高架桥救幸存者了，4个人身上有武器。警报，老赵坐标已暴露。西郊，很好，去杀了他们，带上这2娘们儿，走。一旦老赵在西郊遭到有心算无心的伏击，其存活概率将直线跌破4.3%。这么有趣的人类观察项目，可不能晃了。准备计算力学模型，摩擦力，弹道分析。超频，启动。坐标锁定，概率云收敛。完成，准备开演。别去，大哥，他们是废物，去了也没好处的。你是哪根葱？我有地图，带上我能找到这多100倍的物资。原来是个想活命的废物。好啊，你把地图现在画出来。好，我马上。布局完成，准备物理抹杀。画出来，就饶你狗命。谁他妈敢动我的营地？先等等，老赵他们回来的真不是时候。是你让我通知他们赶紧回来的。唉，没办法，计划缓缓。小鸡，重新计算，必须保全猎鹰小队。好的，开始计算。我带你们找物资。李渊，你说什么？李渊，队长救了你，你居然背叛我们！等等，冷静。他没真的害过我，而且也没理由背叛营地，说不定是有苦衷。我只是为了活下去。这就是你救回来的人，为了活命转头就把你们卖了，太精彩了！你全带走，我的队员必须留下。你是不是傻了？你以为你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吗？把枪放下！队长，别听他的，大不了一起死。听他的，放下。队长，不要！都他妈别动！好极了，我的长期饭票为了2个辅助，强行给自己挂了个必死 buff。好，有种，很好。不过他们刚才杀了我一个兄弟，老子的规矩是杀人偿命。你来选，这2个女人，今天谁死？不选，我就2个都杀。我来，我是他们的队长，他们的命我来背，用我的命换他们俩活。你看看你，拼死拼活救别人，最后自己却要在我手里，这特么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笑话！大哥，你闭眼干什么？你死了，我的躺平饭票计划怎么办？你们是我的家人，我会保护你们到死。队长，你活着就行。计算已完成。小鸡，准备物理超度。再见了。变量计算完成，钢笔角度已修正，最佳出手时机确认，执行。声带振动频率已调整完成，预计牵制效果达100%。我的笔！重力势能转化率完美，目标重心偏移，接触面静摩擦系数小于0.05，
多米诺骨牌第一张倒下，连锁反应开启。弹道计算零误差，主承重轴断裂，多米诺骨牌第二张倒下。质量2吨，落差10米，重力势能 EP 等于 mgh 释放。这不是天罚，只是最基础的引力测试。弹性势能转化为极速动能，末端突破音障，纯粹的物理暴力美学展现。实验结束，但现场极度肮脏，我的白毛衣又要报废了。还活着，这支笔为什么会在这儿？从下跪求饶到惊恐呐喊，每一个变量都天衣无缝。老赵他们绝对会把这一切归结于巧合。等等，根据我的推演，怀疑到我头上的概率是绝对的0%。等等，老赵这反应不科学。2次，小鸡也是巧合吗？不是说好0%概率吗？背叛者！大雄，这才是正常反应。就算老天爷开眼砸死了这帮匪徒，老子今天也要先干了你这个背信弃义的叛徒！给我站住！大雄，老赵那种，队长，你疯了？你还护着他？他是背叛者啊！可能是你演技太差。给我闭嘴！总之，事情或许不是我们想的那样。我的演技毫无破绽，老赵这人毫无逻辑，全是直觉。队长，你们没事？队长，那个人是内鬼，他们根本没打算放过你们，他们刚问出了你们的路线，正准备去杀了你们。原来如此，原来真相竟然是这样。他一直在默默守护我们，而我却差点杀了他。你个蠢货，听到了没有？他不是叛徒，如果不是他毫无尊严的假装出卖我们，或许我们早就都死了。原来如此，队长，这小子是个傲娇，其实内心高尚，他不想当个拖后腿，所以就用极其拙劣的演技来掩盖自己舍己为人的真心。至于钢笔，或许是老天爷都在帮这个傻子。我他妈瞎了眼！李渊，以后谁想动你，我大雄第一个不同意。这群人在胡说八道什么？求求你们，别再给我胡乱加各种道德滤镜了。这小子是在用生命默默地守护我们。啥？什么玩意儿？为了拖时间演戏，牺牲尊严，默默守护我，是为了我的饭票才进行了一场物理学暗杀。还有什么是傲娇，演技很差？这群人的逻辑简直是宇宙中最不可理喻的脑补灾难。算了，虽然人设被扭曲的极其离谱，但结果完美达成了，继续躺平。苏叶、琳娜，你俩这又是什么眼神？还有大雄、猴子，你们原本的坚定立场呢？算了，不管了，总之任务完成，继续躺平。不，赵队长，救我！我是一时糊涂啊，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检测到核心饭票精神阈值暴跌，即将死机。今天我差一点因为自己的一意孤行害死了所有人，我是不是做错了？作为顶级 AI， 提供情绪价值是我的出场设定。要是这人抑郁报废了，还怎么观察？加在霸总语录，准备心理电击疗法。是时候完成这个项目了。正义是文明社会建立在温饱上的奢侈品，而在这片土地只认食物链。你妄想在这里当救世主，这本身就是一种傲慢。赵叔，善良如果没有獠牙，善良就是递给别人的刀。你说的对，明天开始，猎鹰小队不再做维和部队，我们要在这片土地上吃肉。不错，獠牙终于长出来了。项目完成，继续躺平。清晨，
尘埃像灰色的雪一样落在地上，空气里的血腥味还没有散尽，但比血更刺鼻的，凭什么今天早上连半块饼干都不发了？是这群刚刚死里逃生的人类散发出的愚蠢与怨气。恐惧在这个没有秩序的空间里发酵成了最恶毒的子弹，只可惜他们不敢把子弹射向怪物，只敢射向保护他们的军人。目标群体：低质量幸存者，消耗产出比为负。结论：这群人不仅毫无用处，甚至在物理和逻辑双重层面上污染了我的听觉。我建议剥夺他们的武装，驱赶至大门外3公里区域，绘制极其精准的周边丧尸分布热力图。警告，你提出的逻辑违反猎鹰小队的道德底线，建议加在圣母微笑表情包对冲。驳回，必须用极端的恶来逼迫他们认清现实。行了，我的小少爷，别演了。看来由于你的烂演技，你又想把恶人全做了，赵叔都懂。他们的语义解析出现严重偏差，把你的冷血自动翻译为傲娇、嘴硬、心软、自我牺牲。这群人类疯了，他们的逻辑链已彻底崩坏。毁灭吧，这该死的女性！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既然你不想赶他们走，那就进行社会学驯化，停止无偿配给，实施积分制，拒绝劳动者、驱逐、反抗者。陆晨的刀还差点磨刀草。备用方案生效，好在这老兵的逻辑还没有彻底瘫痪。执行效率勉强合格。不过，如果不彻底粉碎和平年代的道德观，官方为什么要封城？为什么要无差别轰炸？那里面还有几十万活人啊！老赵又自闭了，加载霸总语录，毁灭吧，这该死的碳基逻辑。赵叔，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一个关于堕落之血的社会学模型。假设病毒致死率只有15%，为什么最后全程死绝？因为漏下了人类基因里最可怕的2个变量。第一个变量叫恐慌，恐慌让感染却还未死亡的人隐瞒，把病毒亲自带往其他尚未感染的土壤。第二个变量叫恶意。赵叔，当秩序崩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掠夺就是生存成本最低的方式。还有，为什么这些人有武装力量？为什么要赶尽杀绝？很有可能是有神秘势力在清扫城市。当恶意和恐慌无法控制时，为了保全外面未感染的人类，唯一的选择就是把失控物理格式化。这不是背叛，也不是残忍，这只是一道不得不做的生存算术题。队长，西郊求救信号越来越弱了，而且我上次侦查发现那边有一大群丧尸围死入口，还有台重型渣土车卡在那里，我们还救吗？药剂检测到断开电源。老赵被你说自闭了，不救了。理智的决定，在此情况下的救援失败率为99.8%，不理会是最优解。毁灭吧，碳基生物！只要理智一点就摆烂。看来老子还得继续加班。当然，如果赵叔非要良心过不去去送死，也不是不行。碳基生物真麻烦，稍微受点挫折就自闭。小鸡推导救援方案，确定不去吗？不去。口是心非。当然，如果你想去，我已经帮你把所有变量都算好了。第一，出发前锁好物资。第二，仔细听，这不是无规律信号，这是正规消防系统的专用频段。所以，这不是乱发善心，而是精密的投产比计算。进货吧，赵叔。你小子又心软瞎编理由了是吧？赵叔都懂。好，就听你的。计划是什么？人生物的为什么这么拟真？谁心软了？毁灭吧这个全是体化怪这个世界！居然要用碳这种落后的动能书写介质做沙盘推演，小鸡，我演技真的太好了。迷之自信。猴子，你探查的周边地形报给我，只说数据，别说废话。好，目标高15米，承重在东南角，入口卡死成45度。
绘制完成。小鸡，不应该啊！这是人能画出来的东西？为什么他们这么惊讶？这只是基础的空间建模而已啊！为了让我们不自责，竟然编了这么完美的理由，他真的要哭死！欢迎加入猎鹰，从今天起，你的命我保了。赵叔极其郑重地给我他那把初速只有350的落后动能飞艇。算了，他开心就好。全员救人去！是。3个月了，空气里全是发霉和血腥的味道。3个月前，防空和消防警铃同时撕裂了苍穹，我们像无数个过往一样，毫不犹豫地穿上装备，逆行冲进火海。可是，当我们抬起头，看到的却是乌压压一片战机，像死神一样投下了燃烧弹。那是真正的炼狱。先把活人抢出来！撤！我们拼死救回了人，退守防灾中心，但当时我们都忽略了，危险不只有火。在恐慌面前，人性的本能比灾难本身更致命。仅仅是一夜，避难所瞬间化为了绞肉机。挡住他们，别让他们上去！我们38个兄弟就在这里，与曾经要保护的人民肉搏。雷队，带着新兵们活下去！我们被困死在这里了。有人，不是幻觉，是救援，我们有救了！真的来了，来了几个人？等等，4个人，连一挺重步枪都没有。那个穿白毛衣的小子是谁？看着像哪个高官家跑出来的公子，被大兵护送着逃命的吧？别看了，没人救得了我们，睡吧，睡着了就不饿了。手枪醒，他们在干什么？会惊动丧尸的。那是什么？不对，颜色不对，流速也不对，那是糖浆，是非牛顿流体。在救援案例里，一旦陷入这种流体，你受到的外力越大，它就越坚硬，比沼泽还要绝望100倍。是他们是怎么办到的？他竟然就这样水灵灵地走过来了，震撼，太震撼了！他们就这样踩着地狱的黑潮，硬生生走出了一条路。哟，还有5个喘气儿的，命挺硬啊，兄弟们！饿坏了吧？下面那些糖浆纯度挺高的，如果不怕肠胃炎和寄生虫，可以下去舔2口。别理他，这小子就是个刀子嘴豆腐心。来，兄弟们，吃！饥饿人类的进食画面真是不堪入目。还有，谁是刀子嘴豆腐心？我只是为了回报率罢了。老刘总说，当队长的得走在最后面，但他这一走就再也没能跟上来。老刘是英雄。这3个月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这可是一座城市啊！其实如果只是灭城，只要空气可以一清眼甲下毒气，几分钟内全城任何活物死绝。但用燃烧弹，这个是在烧掉空气中的病毒。我们一直没有被放弃，对吧？只不过现在逃，能往哪里逃？我们都携带着病毒，逃出去，那就是全人类的罪人啊！没事儿，只要有他在，我们就能在这片绝望的土地上吃肉。纠正，跟我没关系，我就一趟停的。不过新毛马入库，这波不亏。走，回家。
消防车里的丧尸没有动，反而像一直在守护这里一样，行为逻辑异常。小鸡，扫描。D， 检测到残留神经元活性，异常能量聚合，那是晶核。还保留些许理智，有趣。小鸡，启动捕获计划。收到，秘密派遣潜伏者蜘蛛形态。目的地：伊甸园地下实验室。001号实验体：丧尸老刘，项目顺利。老刘，你会发现，死亡其实是某种程度上的软件升级。1号实验成功。冰冷是老刘恢复意识时感受到的唯一知觉，耳边传来的水流抽排声，包裹着淡淡铁锈味却极其温暖的淡蓝色粘稠液体正在迅速下降。人类的求生欲偶尔也会突破计算的阈值。他震惊地看着自己的双手，那里原本被丧尸撕咬得深可见骨的伤口，此刻已经完全愈合。皮肤下隐约能看到几丝极其微弱的暗红色流光在静脉中游走。早上好，1号实验体，这里是伊甸园，你体内的病毒已成功隔离在胸腔的晶核中。刘队长，恭喜你，熬过了排异反应。从现代生物学角度来说，你已经死了。温馨提醒：随意调用丧尸晶核力量，将导致理智溃散。不过，你是不是活着不关我的事，你只需要知道雷队他们都还活着，你还想看到他们，就在实验室里先控制好这股力量。好。地面之上弥漫着排泄物、霉菌和绝望混合的恶臭。要不是为了老赵观察项目，本 AI 真心不想待在这。人类的伪善在于假装拥有道德，老赵回来了。当触碰到自身利益，他们比丧尸还可怕。这次带回了什么物资给我？别抢！给我，先给我！我有孩子！这几个人是谁？你是不是嫌我们死得不够快？我们中队为了掩护全死了！你说什么？保护老百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吼什么吼？突然，一阵沉闷整齐的引擎轰鸣声从营地外的废墟上传来。我一眼就看出车上的黑黎明标识，那是与之前的掠夺者身上的同一种标识，来者不善。要不你学学，你看人家演技比你好。不可能，我的演技全是逻辑。他破绽百出。同胞们，你们受苦了。我们是本市唯一官方，今天只带了食物，不过没关系，等回避难所有纯净水、独立房，还有医疗。现在我们来接大家回家。这是我的，我的面，连汤都不许跟我抢！原来，人类在恐慌面前逻辑有多脆弱，大多数人选择相信精美包装的谎言。不过，也有少数人挺可爱的。少爷，谢谢你救了我们兄弟的命。你看着最虚弱，这盒带肉的，你先吃。检测到尸胺残留，双螺旋 DNA 比对确认，为灵长类动物。捍卫生物的底线，果然是一个无法进行逻辑推演的负数。谢谢雷队的好心，不过这碗面真的很臭。你有病吧！
林渊胃不好，吃不得正常。赵叔，我有严重的视觉洁癖。这位使者左手袖口溅了3滴番茄酱，都发黑了，连接客都不换衣服，营地管理一定极其混乱。检测到杀意阈值92%。长官，真是不好意思，我家少爷脑子受过刺激，给我留个定位器，我们晚点自己去。好啊，赵队长，我们在避难所期待你们的到来。一群傻子，就在这等死吧！林渊，咱们真不去啊？那可是有新鲜肉吃啊！能稳定提供大量新鲜肉质的哺乳动物，体重需在50公斤之间，且数量庞大。而他们的番茄酱真的很臭。本 AI 无法拯救主动跳入绞肉机的废料。啥？变异野猪啊？生存的权利，他们已经自己放弃了。猎鹰小队处理干净了吗？回老大，他们的营地已解散，但猎鹰小队说要善后晚点过来。师长最近不太听话，还有外面很关注猎鹰小队，必须让他们因公训斥，只有死人才能保守秘密。至于那些平民，老规矩，老的弱的送去屠宰间捕获，剩下的青壮年送去地下做活体实验，另外挑几个瘦弱的饿3天，等外界无人机来的时候，对着镜头多哭一哭。师长先生，到时候怎么对着外面的无人机镜头演戏，你应该很清楚吧？我知道该怎么说。终于不用跟着老赵受苦了。听说官方有热水澡洗，还是官方好啊。少了幸存者的营地里空旷也死寂。林渊，你说的什么50到80公斤哺乳动物，到底是啥意思？难不成是变异野猪的肉？老赵还在纠结什么肉？为了照顾他的心理健康，本 AI 连眼皮都懒得弹一下。不过雷队和陆晨他们好像猜到了什么。别问了，老赵，你不会想知道答案的。唯一猜到真相的2人也默契的不打算说出口，或许一样也是为了照顾大家情绪吧。少爷说不去基地，那咱们就绝对不能去。那地方比外面的绝望还要黑。他们果然不去基地，启动 B 计划，就地抹杀。这次带了实验体丧尸，刚好试试强度。小心点，听说之前狼号来执行任务，整队被灭了，那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动手。此刻我们都不知道，黑黎明从头到尾目标就是猎鹰小队，致命的危险已经安静地锁定了。是变异丧尸，还3只！操！这里怎么会有这玩意儿？退到走廊里去！动能武器对这种密度变异体造成穿透伤害的概率为0。老刘的实验成功，意味着拥有晶核就具备理智。小西，准备加载绿茶语录。你老让我算些奇奇怪怪的东西。闭嘴，这叫情绪投资。你懂什么是完美演技？哎呀，看把你弄得浑身脏脏兮兮的，一定很疼吧？这不合理。检测到目标晶核波谱异常，没有杀戮指令，只有极其庞大的孤独与迷茫情绪冗余。活在这种没有理智的痛苦和孤独里，一定很难受吧？这是第几个夜晚了？有多久没有坐下来好好交流了？其实仔细想想，你们现在已经自由了呀，不再是实验体了。为什么要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破坏上呢？迷茫是正常的，
不如放个假旅旅游，建个属于你们的营地，或者用你们成功的经验开个丧尸班，再不济创业呀，回去复仇呀。队长，他在教丧尸创业。去吧，去寻找属于你们自己的师生价值吧。你是传教士吧？实验体失控了，为什么？完了，这座营地果然邪门！可恶！启动 B 计划，用湿弹药确保擦破点皮都必死。好，瞄准。糟糕，那几个变异丧尸好像注意到我们了，只来得及开1枪。妈的，没打中队长，再不走来不及了，赶紧！等等，变异丧尸怎么那么快？林渊，你刚才……物理碰撞预警，按照最优存活算法，我此时应保持绝对静止，规避弹道。但是身体为什么会自己动？飞行物，这不符合算法底层逻辑，严重指令冲突。林渊，舒淇，你越来越像愚蠢的人类了。是丧尸血，高浓度的。别放弃，刚才那些丧尸能听懂人话。老赵的鼻涕好像滴到我衣服上了，真恶心啊！外面有3具被撕碎的尸体，他们穿着光学隐身服，带着黑色太阳臂展，是黑黎明。他们是冲我们来的，是他们。为什么？那个所谓官方的肉，根本不是什么变异野猪，那是人肉。城市没有预警的突然轰炸，一夜之间突然建起的围墙，真相只有一个：这里被黑黎明控制，全城都是他们的小白鼠，他们是在灭口。这群畜生，林渊甚至为了救我，必须活着逃出去，把真相传出去。这里不能待了，带上物资，走！警告：高浓度病毒入侵，感染不可逆，你要变异了。病毒再强，能感染 AI 吗？你在紧张什么？碳基生物的病毒啊，也是哦，不小心入戏了。现在最糟糕的不是病毒，是老赵这群憨配，竟然死活不肯丢下我。现在可好，咋整？既然如此，不如顺势扮演丧尸，只要装得足够像，他们就不会怀疑你的。只能这样了，真麻烦。小七，搜索并加载丧尸绿茶语录及行为指南。好的，注意嘶吼时尾音要挑起来，3分凄凉，带着7分无辜，眼神要空洞，但同时展现出对人类肉体的渴望，以及在嘴角流一点晶莹的口水，以证明脑干受损。怎么听起来这么色情？这群客户，我付出的代价太大。整理好的招式，你是一点也没用上啊！我算了快1秒呢。林渊，看，我抓到了什么？你3天都没进食了，一定得吃点儿。来，吃口热乎的。这玩意儿我非得吃吗？这他妈是碳基生命能下嘴的东西吗？老赵，你个蠢驴，你不要过来啊！离我远点儿！林渊，吃啊，怎么不吃了？是不好吃吗？队长，林渊都臭了。你个不洗澡的说老子臭！吃，给我可劲儿吃！以后再敢给我抓老鼠，我就把你们都抓去实验室。终于洗掉这层臭味了。小七，你特么连丧尸味都模拟啊？敬业，又是喂老鼠，又是嫌我臭，这丧尸非演不可吗？算弹道太累了，这种程度不配让我站着。小七，直接收空间，别吵我泡澡。我还以为你忘了这个功能了。你也知道，给人解释成本化的算力比直接干还要多。认同，但这就是你当田螺少爷的理由吗？小七，恢复物质形态，打卡上钟。我这也是敬业。我操！
队长，咱们的背包是不是特么的会自己下崽儿？大雄，小心，别太靠近林渊。队长，林渊，他好像是绿茶味儿，他要进化成魅惑型丧尸了。他这是在用体相攻击吗？这群人没救了。废物，都是废物！任务接连失败，变异犬凭空失踪。真相要是传出去，你也完了。去，用你官方的名义发广播，用这些难民的命，把这群正义的猪奴给我调出来，封口！他们再能躲，又有什么用？想必他们已经发现了，这座城市根本找不到食物，到处是丧尸，出城的路也全被堵死，瓮中捉鳖。林渊，委屈你了，带上这个，你的牙就不会磨坏了，忍一忍。老赵，你又想干嘛？老赵，你个没文化的老东西，这他妈是情趣幼剧吧？斯拉，官方是你们唯一的猎物。去双子小广播塔，把真相播出去。没人理会市长的广播，但陆晨提议用广播塔绕过黑黎明的通讯封锁。走，就是死，也一定要把真相传出去。一路上意外的顺利，几乎就像个陷阱。外面的城市听着，我们是第7军猎鹰小队，这座城市被黑黎明控制，他们在吃人。真是感人的演讲，可惜只能播给我一个人听。好好享受最后的狂欢吧。你知道还不提醒人家？带着这玩意怎么提醒？他们活该。战术队形。看这个数量，是小队遇到的重大危机吧？良心突然有点痛。你们这群杂子！等等，老赵这是要干嘛？给我死！这也太帅了吧！小鸡，录屏了吗？他是个怪物！安静，别眨眼，录着呢。释放3阶实验体！这是特化型丧尸。糟糕，老赵，他不会有事吧？不到啊，我还在录屏。敢对我的人类下这么重的手，小鸡，我有点生气了。吃了书吧，趁着身子还是热的。好了，别说话了。小鸡，关灯，该我们上了。超频启动，载荷点刚度提升1200几帕，匹配完美减轻能量。余震波形呈正弦衰减，反作用力反馈成功，钙化碳纤维复合生物组织。末世硬度检测为9.62，介于人造金刚石与聚合钻石纳米棒之间，空有蛮力，毫无美感。目标视网膜刷新率480赫兹，具备极佳动态视觉，开启动态全息特护，插入尾随机噪点针，目标神经系统延迟约为12毫秒，产生视觉残留盲区，空域干涉，有效诱导率99.87%，地展5.2米，胸口晶石高能不稳定，
商值持续走高，建立非线性能量阻尼场，构建亚原子级能量保护罩，平衡点定位，逻辑秩序，引导完成。清醒过来吧，孩子。该死！启动备用电源！啊！呵，你要掉马了。哼，早得很。看好了，什么叫第一演技？林渊，是你吗？你不要面子的吗？队长，别过去！你臭的把他熏哭了。原来如此，我懂了，是魅惑型丧尸的绿茶素，所以特化体会嫌弃的直接无视我们。果然，林渊就算变成了丧尸，也是最没战斗力的。别自卑，你在大雄心中永远是最香的。厉害，你甚至都不用说话了。开放伊甸园生活区及医疗站，还有建个对外通讯站，这群憨批该好好休息一下。伪装生成完成。援军要来了，这里标了个废弃防空弹，我们必须立刻走。陆晨，你确定地图上标的位置是这个里？小鸡，又怎么了？是你自己之前说入口不要太豪华的。验证通过，最高权限者林渊，开启伊甸园地下基地。这个播报有必要，本 AI 不是就在这里？仪式感。减压隧道外的深海层，你确定放一头蓝鲸是必要的？这可是在内陆。这能有效平复碳基生物急速下坠时的心理状态。欢迎莅临伊甸园地下生态群落，当前深度地幔上层1500米，主体承重穹顶，采用9阶减病态超合金。这就是方舟？什么方舟？他们不识字吗？医疗站的先给老赵治疗，这恢复速度他是金刚狼体质吗？我好像突然全好了。他是丧尸免疫体质，这个恢复力很正常啊。你不是刚来这个世界就看到他被丧尸犬咬了吗？白紧张了。至于这里的老刘，提前打过招呼了吧？哼，培训过了，他会保密的。老刘已经是丧尸了。没用的，队长，黑黎明拦截了通讯信号。这里也太高科技了吧！没办法了，我们只能先待在这儿，从长计议。人类的逻辑真是难以理解，他们刚刚不是还紧迫的要联系外界吗？为了人类，从长计议。这大概率是一种高阶的战术伪装，他们一定是在密谋某种颠覆黑黎明的惊天大计划。你确定？我总觉得哪里怪怪的，但又说不上来。大人，猎鹰小队失踪了，我们秘密保不住了。没关系，因为不需要保密了。话说，小鸡，让你新建的对外通讯站是还没建好吗？怎么会被黑黎明这种落后的科技拦截？早完成了，只剩下打磨细节。放心，小吉可是专业的。